和相亲认识的初恋前男友谈了1年，准备结婚了。我们也列过了比较明确的结婚预算，备婚中期他家一直在降低预算，一步步试探我的底线，但为了能顺利结婚，我家基本都同意了。结婚预算一直在降低，结婚预算都包括啥呀？订婚前1个月发现他跟网友回忆和前女友的意难平，结果这婚还是定了。哎呀，我俩大吵一架，他说这段过往只是回忆，他们没有可能了。干啥呀？跟网友分享回忆啊？考虑到我们快结婚了，我就原谅了他并和好了。订婚前10天的晚上，他家临时想降彩礼，我家不同意，我让他家里打电话跟我爸妈沟通一下，但是我前男友的父母借口说太忙了太晚了，不愿意打电话了。前男友夹在中间，感觉压力很大，他手里没钱，结婚的花销都要问爸妈要，他爸妈给钱也不爽快，他觉得拿他爸钱结婚太难了，所以直接选择分手不结婚了。行，挺好的，你得感谢他。他还说跟我结婚不是因为爱我，而是觉得我条件合适。第2天他把朋友圈清空，把我删除。那是朋友圈清空吗？给你屏蔽了啊，删除了嘛，你看不见了。哦，你把你俩相关的事清空了是吧？这回好了，这回跟网友回忆前女友去了。你得感谢他，给你放过了，姐们儿，你要干啥呀？你还不高兴是吗？第3天我加他沟通求复合，也是被他冷漠拒绝。这男的不错，你看3番5次的放过你，还说要离开这个城市出去工作，说我太强势不温柔，我们结婚不会幸福的，然后又把我给删了。到现在已经分手15天了，前10天一直在哭，吃不下睡不着。我还想过去他家找他，忍住了没去，满脑子都是我们这1年的回忆，需要靠药物才能睡着。分手以后我是不甘心也放不下，不知道怎么走出结婚前被分手的阴影，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害怕认识新的人，担心以后还是这样不尽如人意。我想振作起来，有没有什么快速走出失恋重新快乐起来的办法？你干啥呀？我读下来我都感觉简直是烧高香了呀！啊，他绝对是祖先保佑啊，他多少有点说法。去年是不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过什么庙啥的，路过，这不知道哪个菩萨沾上了，保佑你啊！你干啥呀？你还不快乐？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你就相当于就是脖子就这么伸出去，让人家砍，人家都没砍，就这么个状态。现在是，你就基本上就砍我，这哥们该说不说行啊，就是没砍，你还不高兴啊？就是啊，这男的可以啊，这男的就是啊，是吧？行为上有点那啥吧，但是也没拖拖嘎嘎，也没那叫什么骗你，也没啥。他觉得不行，他直接就分了，而人家理由也说得很清楚啊，压力大，要离开这个城市出去工作，说你们结婚不会幸福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你们结婚不可能幸福啊。这哥们天天回忆前女友意难平，完了他还觉得你不温柔，你说这能行？好不了啊！快算了，这不挺好吗？现在太好了，恭喜你，这不很好吗？啊，姐们儿，快速走出失恋重新快乐起来的方法。你多看我直播吧，买点牛脆啊！快速走出失恋，快速走出失恋，多看好像还不行。
可能还得那个加个粉丝群什么的啊。啊！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哇！这什么东西啊？这不会是手写的信吧？突然来了一封那种字体的那种信。哦呦！哇，好规整啊！蛋总您好，还有那个冒号蛋总冒号您好感叹号另起一行，而且首行都缩进了2格。我的天哪！好久没见过这样写信的了，这应该不是手，是不是手写的？真有点像手写的。你们看看像不像手写的？我等等，我别给人家把那个 ID 暴露，像不像？字体吗？这是一种字体吗？它主要下面有一些字特别那个别扭，也有可能是字体，不知道。来吧，您好，我想分享一个我想分享一下我一个平凡人并不想拥有的抓马狗血经历。连续2年，连着2个男的跟我在一起之后，都找到了他们的真爱，甚至实现了阶层的跨越。我觉得我大概率是有忘人的体质的。第一个男生在一起时，对方还在读研，我感觉自己还做了挺多努力的，照顾对方的饮食起居，还帮他整理资料啊，介绍资源，一起准备考试。当时自己还挺想安顿下来的，但是考虑他比我小，工作没有落实，说成家也没意义，就等着，以为等对方毕业了，工作可以定下来。谁知道在对方毕业前2个月，发现对方的小3、小4，然后怒吵分手，闹得特别难看。结果1周后，他竟然官宣了，还不是前面我知道那个3和4。5个月后，我还知道了他结婚的信息，他找了一个高知家庭的女儿，父亲直接还帮他解决了工作的问题，甚至让他实现了阶层跃升。1年后遇到了第2个男生，没想到在一起4个月后分开，也看到了对方找到了一个白富美新女友。这次对方倒是坦荡，他说别人比你漂亮，比你有钱，比你年轻，是人都会做这个选择的。有必要吗，兄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要干好嘛？散都散了，你把他气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兄弟？做人应该这样吗？服了呀！这什么呀？这都是乱七八糟的。礼崩乐坏，成何体统？气死我了！第一件事情的打击其实很大，情感与现实的双重打击。第一件打击大，我怎么感觉是第2件打击大呢？甚至一度自卑到不敢与人正常交流。到第2次的时候，其实都给我气笑了。但是我是普通人，普通人没有资格矫情，拖着要死的心情，硬是没有耽误1天班。这2段经历让我对所谓的善良和努力这2个词产生了最大的动摇与割裂。午夜梦回，一些问题总是偶尔萦绕，我一面不断说服自己算了，一面又很想大声的控诉。这些男生仅仅因为他们维持在外界看来的良好形象，以及他们的确找到了社会中中上层家庭的富家女，便成为了世俗标准评判下的优质男。我能听到的身边的流言蜚语都是给我的，说我配不上的。可是如第一个男生，他势利眼、劈腿、攀高枝、脚踏几条船，玩弄和欺骗别人的感情，这些都不重要吗？重要呀！为啥他还能过上这样相对富足且安稳的生活？咋的？刚知道啊？不是几岁了，姐们儿？刚知道，天哪！所以呢，怎么了？不是，
你过你的呗，你管他呢。人是双标的，理性来说，我接受也承认要选那些面上更好的，你还接受？啊？这能接受吗？你看，你看，不能接受啊！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些事儿，会发生，我们承认它会发生，但是怎么能接受呢？就是说，对吧？能理解啊，也接受它发生吧。如果接受是这个意义的话，也能接受它发生，但是你不能，对吧？不能认可，是不是？这怎么能认可呢？太奇怪了。但是我总觉得人还是要有点基本的底线啊。对呀。而我的确不太理解，如果我有如这些女生这样的家世背景，我应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看，你瞧，你看，又开始想动上这心思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那第一个男生那样的人呢？上当了呗，上当了，受骗了，很罕见吗？这不每天都有人被骗吗？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被骗，为什么让你下载反诈 APP 呢？这不很正常吗？而且以他们父亲的经历阅历，看人也这么不准吗？没咋看过去啊，也能让自己的女儿随便在街上捡个垃圾回去结婚吗？你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婚前协议怎么签的，是不是？其实我是羡慕这些故事里的女生的，啊，在我眼里她们都是优秀的人，气质好，能力强，你认识吗？姐们儿，正如你的那2个前男友，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优质男一样，你怎么就知道你根本没见过的，他们娶的这2个女孩就是很优秀的人的呢？对不对？是不是？你咋知道呢？你也没见过呀，你咋知道的？你这么想问题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啊？这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帮助，你想这些干啥呀？他们从父亲开始就是高学历，父辈创下的基业几乎可以保障他们这一代甚至是后一代的衣食无忧，而我的父辈高中不到的学历，老家到现在生活的城市2000多公里的距离，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买车买房。对啊，这不你不是应该更优秀吗？我怎么听起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买车买房？我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就已经付出了更大更艰辛的努力了。他们工作的比我们大多数同行业的人轻松，也的确更有发展前途。我知道要认命，所以我并不想去介入或者窥探他们的生活。你知道要认命，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些，更不想与这些我追赶不上的人有任何交集。那未必啊，未必追赶不上。哎，可他们闯入了我的生活，非要撕开现实的口子，让我去看到他们的追名逐利。这俩女孩应该没有要闯入你的生活吧？这俩男的啊，看到我的拼尽全力都赶不上他人的毫不费力，这样显得我的努力异常可笑。所以呢，姐妹儿决定不再努力了。啊？啥意思？决定不再努力了？可笑也得努力呀，咋办呢？也告诉我，所谓的真诚与感情在价值面前一文不值。我不同意啊，我反对。这一切让现在的我对自己的存在感觉到毫无意义。我反对。我总在想，对于第一个人我及时止损，对于第2个人我也并未纠缠，我应该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我同意。可为何他们好像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未必啊，这你就别想了，你管着呢。而我却遭受着世俗关于大龄未婚女子的非议，你别听不行吗？啊，我发现你的问题了，好打听啊，姐们儿，我看你工作也没有多费力啊。你这买完车买完房，我感觉你工作稍微有点懈怠了。姐们儿，我看你工作有点不认真。
你很费力吗？你这满街到处打听世俗的人怎么非议你，打听自己俩前男友过得怎么样，我看你还是闲的。我去相亲，别人会直接跟我说，这个年纪就不要想好的了。我请问啊，姐们儿，我该说句不该说的，你听了可能会难受，但我真是说句不该说的。你难道不应该相信你那2个前男友挑选结婚对象的眼光吗？这俩男的什么成分，我们这小卖部不价值道德评判任何人。你不应该相信他们俩吗？这俩人会选择你，你觉得你很差？我不知道你听完会不会闹心。你冷静一下，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冷静冷静，你想一想，你就客观的想一想。啊，哎呀，到这个年纪，以前我都是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去稳定工作、提高收入，他穿衣打扮、提升颜值，却到最后连选择都没有了。你换一个相亲平台，这相亲平台说话难听，这相亲平台是吧？你换一个，有那个哄你的，但是你也要小心啊，要交好多好多钱那种，你也要小心。那我结婚的意义又是啥啊？这你可以想想，究竟是我还认不清现实，搞不懂游戏规则，还是或许这个规则本身就有问题，非要成家作为幸福的标准本身就太单一？这你可以想想。啊，你好好工作吧，你干啥呀？你这一天。工作有点不努力了啊，最近。好工作吧啊！哎呀，这姐们儿，这怎么让俩男的给干崩溃了呢？按说不应该啊，老家离着2000多公里，到一线城市打拼，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个房，买个车，刚碰上坏人，不应该呀！这么多年应该见过不少呀。嗯，那只能说以前运气忒好了。你这接着谈去啊，姐们儿，是不是？接着谈吧。哎，你看这下面有个人说：“别怕，我42才结婚。”哎，对不对？首先，我觉得不要那么动摇，我觉得你就应该相信善良、真诚，你就应该相信，好好工作，相信对自己好，相信能遇到这些，这个东西是要相信的。但是呢，结不结婚的是吧？再说，这些东西是要相信的。第一呢，首先我价值上我认为这些就是要相信的啊。第二，就对你这个动摇的人来说，你不相信，你也干不了别的啊，你也不会，说白了，别整了。明白吗？
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没听说谁翻脸马上就能当一个很厉害的坏人呢，比较难啊。你不会别的，你就这样吧。你这套价值观都用了这么多年了，你说换一套，啊，比较难啊。你换一套，你更麻。结不结婚的都是那什么，就接着谈吧。你就现在是世界观、人生观是吧？比较受到冲击，觉得怎么回事啊？啊？嗯？对不对？为何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我却遭受着世俗关于大龄未婚女子的非议？你理他们呢？你不要看他们，不要听别人说，对吧？这段经历让我对所谓的善良和努力这两个词产生了最大的动摇。你会别的吗，姐妹儿？你会吗？啊？就很多朋友，我首先说啊，我觉得人善良就是对的，人就应该善良，就是应该的。其次，你要是听不进去，你觉得不应该，感觉那个不善良的人过得比我好，我不要善良了。好，那你就扪心自问一个问题：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善良不努力，你会别的吗？就是有一些人突然就是疯了，说这个我不相信这世界上就是坏人过得好，好人过得不好，我再也不相信善良和努力了。问问自己会别的吗？一旦觉得自己我就像他们那样，我就像他们那样，我也行，这就是出事的开始。坏人在等着你啊！哎，这最近有一个人动摇了，太好了，先坑他一笔。想学坏，我教你。早有人等着你了，你寻思啥呢？是不是？还有2分钟，还事儿。没用，那玩意儿你学不会啊！这不是这首先是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这首先它是吧，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操作你操作不了的问题啊，哪那么容易啊？而且很痛苦的，就真的那个什么，你很痛苦的，你真干点啥坏事，一辈子放不过自己，你后悔死你啊！对不对？该干嘛干嘛吧，挺好的。你看看你这么善良了这么多年，车也买了，房也买了，这不挺好的吗？俩男的给你整不会了，你再去找俩男的，是不是？还有1分钟啊，发券了。事儿，买本《论语》看看吧，姐们儿。啊，实在是动摇的不行了，买本《论语》看看，看看孔老夫子是怎么教我们的。还是善良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不是？我吃个鸡翅缓一缓吧。你们也可以在下面讨论讨论。这个把人啊分成好人坏人呐、
我跟那个姐们是说没必要，是吧？突然就说这好人做的好好的，不能说当坏人，是吧？看他那俩前男友过得好，什么娶的好，然后怎么了？觉得自己当好人没什么玩意儿。首先呢，劝你不要这样，好好还是要当好。但是你再说回来，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什么哈，不是说一下就好人就坏人了的啊。它这个鸡翅是鸡全翅，我觉得这个五香味更好吃。我有时候不能就说一个人，大概率的情况是这个人干了点坏事，你说他就一定是个坏人吗？不大的。这个讨论善恶人的好坏，已经是非常深重要和没有定论的这个哲学几千年的话题了。我也不可能在这儿作为一个小卖部的，在这儿卖点鸡翅就给你们唠明白了。我只说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人吧，做什么能更轻松一点，就多做好事会比较轻松一点。心情愉悦一些。不辣五香味的，暂时有点不服气啊，有点不平，有点嫉妒，有点觉得老天不公。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也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我们李毅正在用 AI 帮我们小卖部创作一首主题曲，以后防止我们放音乐很尴尬，还得付版权，直接让 AI 弄一个。我们大家选一下曲风好不好？1摇滚，2嘻哈，3流行，投票吧！1、2、3。1是摇滚，2是嘻哈，3是流行。你们喜欢啥样的？1和3比较多，2几乎没有。这么不喜欢黑扑浩普吗？我们黑扑浩普怎么了？这黑扑浩普不受待见呀，还是1多啊，1。我接着读信了。我想问一问，在大城市漂泊的姐妹们，会不会时常感到一种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属于我的孤独？有没有？有吗？我很想有个家，找一份归属感。我30出头，跟随前夫来到广州，他家定居广州。我们大学相恋7年后领证，第9年办婚礼，婚礼后8个月他出轨，彼此不联系1年后他找我复合，在一起半年后又离婚了。其实早就没有爱了，但我习惯了有他，就像亲人一样。离婚1年后，我认识了比自己大6岁的男人，见过几次面后成为男女朋友。我们会约在书店见面，想法很契合，但每次吵架他不跟我解决问题，我也缺乏安全感。几次之后分手了，我找他复合，他说他收入问题，说想先找自己的方向。我知道他现在无来源，他说我们的事儿等等看。我原生家庭不太幸福，跟爸妈关系一般，一直就想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前夫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在我做错事后居然可以不被责怪，而且安慰我，对我说没有事儿，因为我
在原生家庭中犯错，即使不是故意的，也会被责怪。最开始他对我很好，我在他那里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我们彼此越来越远。后来我感情经历也不多，前夫是第2段，刚分手的这个是第3段，但我有点爱累了，感觉自己本身缺爱，进入关系后患得患失，拧巴的推测爱或者不爱，这样导致我好像无法找到契合的人，总是高开低走，处着处着全是消耗，半天没有消息就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我也不确定对别人的喜欢是好感还是爱，还是喜欢那个人对我好，可以照顾我，后者吧，但又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融入不了这里，粤语一个不会，你学呀。但我也不想回老家，我现在该做什么呢？学粤语。我想一想很迷茫，别迷茫了，学粤语去吧。自己要在这里安家，经济上太困难，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孤单，该怎么治好自己，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呢？不是，姐妹儿，啥意思啊？你又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完了自己要在这里安家，经济上太困难。你对家的定义到底是啥呀？这个家就是必须有自己的房子，是吧？然后呢，有伴侣叫家，是吗？不一定嘛。你如果坐在那儿就很踏实，你就有家。分好了，是吧？自己待着，看着万家灯火，给自己泡一碗酸辣粉，然后突突悠悠一吃，心情非常愉悦。这也有家的感觉吧？蛋总刚过个30大关，本人女，从17、18到现在也陆续谈过几段3年以上、5年以下的稳定恋情，目前有男朋友，但我自己并不认为已经具备结婚的默契程度。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没有，就是这个世界上想找到真正理解你情绪的人实在是太难了。偶尔吧。我之前一度放弃亲密关系之间的相互理解，我自认为可以理解对方并提供足够的情绪支持，但对方并不能理解我，最多只能做到转移话题或者买好吃的、买礼物来让我暂时搁置情绪，开心起来。有没有可能这就是理解呢？我对自己说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能再要求更多，但也因此一直恐婚，认为目前的状况并不存在可持续性，总有一天要瓦解。但上个月我回家过年，遇到个小时候最好的异性朋友，他曾经陪我度过我最厌弃自己、最对家庭关系感到害怕、迷茫的日子。之后不在一个城市，我们也一直保持往来，直到6年前因为一个误会说话上头了，开始吵架，最后互删了联系方式。这次又见到，感觉6年的时间我对他的怨气早都已经消了，为什么吵架都忘了，更多的是对他这个人的关心。我发现他也是这样，见面当天晚上喝了点酒，话题越聊越广，也越聊越深。而后发现我们对于家庭、爱情、性别、婚姻的看法都出奇的一致。和小时候不太一样的是，他经历了一些事情，也变成了重感知的性格。我感觉我们在过去的某一个时点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但切实的在当时那个瞬间相会了，兜转转。这么多年，怎么还是你 ？How old are you？ 不仅仅是见面的相会，而是发现在这个瞬间，我们处在人生同样的位置上，看着一样的风景，内心哼着同一首歌。什么歌？啥歌？告诉我呀！30的人了，喝点酒聊成这样，按理说后面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但是好像整个对话对于我们双方的冲击都过于巨大，起码对我来说，让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和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进入一段长期关系乃至婚姻的可能性。因此我俩突然有点小心了，彼此在当下都有未断的恋情需要负责任的处理。在那一刻，我觉得因为我真的心怀希望，所以这一次一定不能搞砸，绝对不能在当晚吃牛脆脆。
下个好大的决心呀！不要臣服于不清不楚的牛翠翠关系。3个感叹号，加起来一共6个感叹号，下个好大的决心呀，姐妹儿！还有1分钟发券了。那天真的忍住啊，恭喜你。后来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每一天都在聊天，越戒断越戒不了一点，彼此的心意越发的坚定，因为相识于微时。对他足够了解，所以没有任何新建立的关系的那种较力的感觉，没有拉扯，不需要拔河，每一天聊天都非常的心安，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话题都可以被接住。我突然懂了这个年纪闪婚的那些人，就好像你看过个别的，在对的到来的那个瞬间，你就可以确定。我在日记里悄悄写道：妈妈，我想我找到愿意与之共度一生的灵魂了，恭喜你啊！赶紧吧，这后面还有这么长啊，怎么了呢？卡在哪儿了呢？当然，恋爱脑之余也不忘了前提，未来也有很多事情，人生课题需要对齐颗粒度。时间表上，我因为和现男友的房子还有1年多的租期，所以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不然会很尴尬。这周末准备飞去发小的城市找他，也会聊一下他那边他想怎么处理合适。但总觉得想要妥善处理，整体还需要起码半年的时间。啊，发券了，发券了，发券了，朋友们！啊，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对自己和他的心意足够确定，但实操上，落实男女朋友之前还有一大段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先吃牛脆脆吗？问我啊？我在你们这段关系里这么重要，姐妹儿，这小责任现在在我的肩头了，姐妹儿。你倒是想的挺开，这事儿我负责。问我？我能上这当？我这一天搁这小卖部，问我？哎，我怎么突然？哎，这后面这什么？哎，我突然不认字了，朋友们。哎，怎么了？这是什么症状？突然一个字都不认识了。他还预判我呢。你说这个时候可以先吃牛脆脆吗？还是等到事情处理完了，再踏实的吃？他预判我。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你看啊，你可能会说都认定一辈子了，也不差这半年，但我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急哎。我很久没有过了。和现任也有1年多没有了，而且我真的好喜欢他，整个人都散发出牛脆脆的味道。啊？原味的还是孜然的？它对吗？而且我真的好喜欢他，整个人都散发出牛脆脆的味道。啊！我这回真有点不认字了，这对吗？我好难崩啊！哎，我也很难崩啊。这个牛肉味吗？我们每天的对话里都会开始不经意的试探，然后忍住再自我平静，真的受不了了，究竟该怎么办呢？蛋，别问我了，我也不知道呀，姐妹。牛脆脆，真是上半身思考最大的绊脚石。我朋友说看看能不能找一个男性朋友问问看法，但我最
亲密的男性朋友可以聊这个的，除了这个发小，然后就只有你了。我责任太重了吧，蛋总，这是一个你可以解决的问题，求求你帮帮我，千万在这个周末之前告诉我，这周末你俩要见面是不是？完了，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吃牛脆脆，这谁拦得住啊？完了呀，我拦不住呀！完了完了，估计已经发生了。完了，过去完成时了，嗨的，嗨的了。完了，我一看这时间，我在周一的晚上看到这迟来的艾特，全完了呀 ，already done 了呀，well done，全属牛脆脆 ，well done，是吧？啊，咋办呢？哎呀，又是我的错！我一天我能担这么大责任吗？又是我的错！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在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对，那就分手吧。啊，姐妹儿，亡羊补牢，有时未晚，吃都吃了。回去第一件事，赶紧把手分了啊！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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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哎，都怪我，都怪我这个肋间肌、肋间神经。说来归去，还是身体不行。哎呀，他要不疼，怎么会迟到呢？早点播也不会酿成这样的人间，也不是惨剧吧？人间喜剧，也不对呀，人间闹剧吧？